城往西12里地的柳镇，曾经发生过一起的灵偶灭门惨案。一杯合欢酒，却路上白头长。大帅让管家下去，独自点上大烟，家丁大胡子则在独自守夜。别吓唬我呀！千万别吓唬我！你有意思吗你？什么声音？没完了你啊！大帅连声咳嗽，吐血不止。此时唱戏的声音响起，大帅想看看是谁在那边。往事如烟，10年之后，精彩的木偶戏惹得台下观众连声叫好。那个年代，这台上的角儿可就是今天的娱乐明星。大戏刚散场，戏班青衣世家就被阔太太看上，让小伙子去他家里唱堂会。世家赶紧推搪，自己是靠班主混口饭吃而已，感谢阔太太抬爱。随后世家来到女友玉璧身边，小两口打情骂俏，玉璧更是给他准备了最爱吃的大闸蟹，可世家却要晚点回家。原来他的木偶有点破损，得去古玩街寻些零件。玉璧提醒今夜是中元节，让他早去早回。世家来到古玩街这里，街面上人声鼎沸，香得一下子撞开。又吐我烧饼！世家给到男人1枚银元，替小孩子解了围，赶紧追着带木偶的男人而去。眼看来到一处北雁南飞的去处，进到屋子之内，却是一家纸扎店。玉璧正等着世家回来吃饭，却没想到世家匆匆忙忙进门。他抱着木偶回到家中，带回来的木偶让他兴奋不已。玉璧一看，不就是个木偶吗？让世家赶紧吃饭，自己要去洗澡。纸扎店里，男人看到木偶被人拿走，我早就跟你说过那是不祥之物，别再留着了。玉璧正在沐浴，这可把玉璧给吓个半死。世家却对着木偶兴奋不已，他仔细地对木偶进行修复。雷声炸响，屋内停电。世家，玉璧连声呼唤着世家，而此时的世家却对着镜子开始上妆，木讷的表情分明是被附身的表现。女人手提油灯，战战兢兢走下楼来。走下楼梯之时，第二天，警察接到报案来到现场，手下向局长汇报，现场没有第三者痕迹，分明就是自杀。局长一听也很高兴，自己的辖区内怎么可能有命案发生呢？让手下人给玉璧赶紧做个笔录，准备立马结案了事。玉璧一听就不乐意了，他知道世家不可能自杀。警察朝元赶紧笑脸迎上局长，立马包揽了后续笔录的工作。局长叮嘱他千万别给自己惹事，而后带队扬长而去。朝元将女人带到永安客栈，告诉玉璧他家目前是罪案现场，暂时让女人先住在客栈。朝元来到法医阿成这里，2瓶好酒送上。法医说出死亡原因是脑供氧不足，基本排除他杀可能。但法医又说起奇怪的现象，直言死者在死之前意识似乎不是特别清醒，而死者则身上出现大量淤青，却不是酒后磕碰所致，因为死者体内并没有酒精留存，而此时尸体之上出现奇怪水泡。朝元立马想到了相似的案件，他翻找档案，正是当年大帅府灵偶案件的卷宗，当时的尸体表面也存在水泡。玉璧在客栈回想整个经过，世家9点回家，是抱了个木偶回来，
女人想起当日种种事情，那件奇怪的木偶也让玉璧泛起了嘀咕。朝元电话打给玉璧，可女人此时已离开客栈。玉璧再次回到自己家中，他四下里寻找木偶，却再次听到唱戏的声音，循着声音向前找去。玉璧惊魂一梦，朝元正等在他旁边。原来是朝元去他家里查找线索，正好碰到玉璧昏倒在地。朝元拿出报纸，10年前大帅举办了一场婚礼，死者是大帅之子张禄之。可当天夜里灭门惨案就发生，其后张禄之附身木偶行凶的传说便开始传开。朝元询问关于木偶的线索，玉璧记起世家曾经说过，这木偶是榫卯工艺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出来的。朝元当即打电话给同事，查找10年之前这苏城里谁能用榫卯做木偶。根据线索，朝元假扮买货商来找郑同郑老板制作木偶。郑老板一听，当即说自己制作家具，说着便让徒弟阿武送客。眼看着朝元一直不依不挠，阿武便和朝元动起了手，而郑同则来到自己的房间，拉出了箱子。等朝元再次走进屋子，一帮人赶紧把老郑送到医院急救。阿武随后拿出一封信交给朝元，原来老郑交代自己要是出什么意外，让徒弟将此信交给警察。而玉璧此时正在洗漱，报纸之上正是大帅府灵偶索命的报道。随后玉璧直接来到了警局，他想找朝元警官前往大帅府，门卫老头却阻止玉璧进入。恰好局长正走下车来，他早就将案子认定为自杀，让看门老头将玉璧直接给轰走。玉璧不肯放弃线索，自己雇车直接来到了城西。跨过流水小桥，一座破败的大帅府正在面前。眼看这帅府无人应答，玉璧直接推门而入。屋子之内蛛网密布，早已没有当年的富丽堂皇。玉璧拿起地上照片，却被一个女人喝止。玉璧赶紧追问女人10年之前大帅府灵偶索命的真相。女人拿起照片，说起了10年前的事情。10年之前，梨园青衣柳福辉正在台上唱着《金钗记》，而张禄之则在台下欣赏，身旁跟从的丫鬟正是这女人宁冬。唱到高潮之时，一帮混混却走上台来。老子花钱是来听戏的，拿来吧！住手！放肆！张府少爷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一听是张府的少爷，混混倒是很识相，赶紧离开。从那日起，柳福辉和张禄之二人如同互交，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兄弟。这日张大帅凯旋回家，却没见到儿子张禄之前来迎接。一听儿子和个戏子混在一起，立马让手下人把他叫回来。此时张禄之正拿来一个崭新木偶来到梨园的后台，他声称这是瑞祥记师傅给做的，将木偶送给柳福辉。而且张禄之还突发奇想，准备让这木偶能够说话。这个送你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宁冬此时跑了进来，将张禄之叫回了大帅府。张大帅此次回来，准备带儿子跟他一起走，让他去战场历练历练。可张禄之醉心于戏曲科技的领域，根本不想接他父亲的班。柳福辉来到大帅府，听到张禄之正在为难，便让张禄之为大帅筹款，替父亲做宣传。柳福辉在戏园子里打起救国义演的大旗，筹得众多钱财，也传播了大帅的声誉。大帅亲自来到梨园，看到事情如此红火，也是分外高兴。张禄之来到后台，拿出了他制作的唱戏人偶。柳福辉看到也是十分兴奋，可二人不知一场意外正在走来。锣鼓鸣响，好戏开台，柳福辉正在戏台唱戏。这下子柳福辉是彻底傻了，被带到牢狱之中，连续折磨了7天7夜。张禄之想尽各种办法营救柳福辉，他甚至不惜自降身价，来到戏台唱戏，筹措军饷，只为父亲放掉柳福辉。接着唱啊！张禄之无奈，贿赂管家老冯，把自己的钱财全部给出，只为能救出好友。可老冯却根本没有出手相救。
是冤枉的。张禄之正在焦急等待之时，大帅带着老冯走进门来，他送给儿子一具木偶，正是出自郑同的手艺。不过大帅却让郑同将柳福辉的脸皮放到了木偶的脸上，想让儿子从此断了念想，却没料到张禄之自此入魔。别杀我！自杀后，而张禄之自杀之后，张大帅便为他举办了一场婚礼，陪葬之物正是附有柳福辉面皮的木偶。本想着以此安抚张禄之的亡魂，却没想到那夜惨案发生，张禄之亡灵附身木偶，血洗了大帅府。此时的朝元则来到了北雁南飞的纸扎铺。宁东将玉璧带到一处棺材这里，两人一起打开棺材。宁东让玉璧烧掉木偶，让他为世家报仇。他催促玉璧赶紧动手，这木偶再过半炷香就会醒过来。玉璧却突然迟疑，这木偶没人操纵，又怎么可能会杀人？对，没有人操控的木偶，他怎么能杀人呢？玉璧直接晕了过去。原来这一切的幕后真凶正是这个女人宁东。舞台之上，世家正在唱戏，他拿出手镯给玉璧戴上，可是突然之间，呼唤之人正是警察朝元。原来就在宁东就要动手之时，而世家的死却是个意外。当日世家进到纸扎铺，留下大洋独自拿走了木偶，但是纸扎铺的老板却是柳福辉。原来柳福辉被处决之日，胸前的怀表救了他一命，而大帅府灭门一案正是柳福辉一手策划。随后朝元将玉璧带到法医阿成这里，木偶已经被彻底解剖，而在木偶体内则藏有恶魔粉，这是一种可以让人致幻的真菌，真菌消解得非常快，而其致幻后的幻觉才是真正的死因所在。恶魔粉本来是柳福辉留给自己的，但是世家却喜欢上木偶，直接自己拿回家中，无意中触碰到真菌，所以产生幻觉，最终自杀。而当年柳福辉知道张禄之死后，便逼迫郑同在木偶上做了手脚，利用恶魔粉造成的幻觉灭掉了大帅府满门。而丫鬟宁东其实也是柳福辉的妹妹，宁东为了掩盖当年的真相，最终才决定杀掉玉璧。解释完一切，朝元则带着木偶来到了张禄之坟前。柳福辉在此认罪伏法，并且把木偶付之一炬。他不知是这世道错了，还是他和张禄之错了。